你们见过老板画大饼把公司画倒闭的吗？年初马总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利润4000万，核心员工按10%分红。我回家跟老婆说年底能拿80万，她高兴坏了，终于能提前还完房贷了。然而年终奖金发下来的时候，我傻眼了，工资卡到账2万8，老婆埋怨我窝囊指定又被人坑了。我去找财务要报表，王姐坐在电脑前，键盘敲得飞起。王姐，她连正眼也不看我。有事说。分红的报表，我想看一下。王姐的手停住了，转头看着我踢起了皮球。你去问 HR。我走出办公室，刚好遇到张宇，他凑过来低声说：“老胡，你拿了多少？2万8。你呢？”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我也差不多吧。说完就回了自己工位，连眼神都不敢跟我对上。走进人力办公室，李姐正在化妆。一彤，你有事吗？是分红的事，年初说的10%我。10%是按净利润算的。净利润？可明明营业利润4200万。胡一彤，怎么？你是财务专业的吗？我看着他没有说话。净利润是审计后的，高管奖金算经营成本，没毛病。公司规章制度可写得清清楚楚。那我想看看报表。李姐笑了，那种笑让我觉得刺眼。报表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，你又不是财务，也不是股东。我瞪着他看了10秒，一个字也没说。我转身走出办公室。下班我开车回家，一路上脑子里全是马总年初画的大饼。今年利润目标4000万，核心员工按10%分红，大家好好干，公司赚了钱，你们将会是公司最大的功臣。明年的你们一定会感谢今天拼搏的自己。当时所有人都鼓掌，张宇坐在我旁边激动地说能拿大几10万。现在公司利润4200万，超额完成任务。然而我的分红只有2万8。你说什么？就2万8？公司说是按净利润算的。你不是说能拿80万吗？那房贷还怎么还？我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跟公司说了吗？我说了，他们说按规章制度来。老婆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。老胡，你就这么窝囊？3年了，你除了会埋头干活还会什么？别人抢你的功劳你不说话，公司克扣你的钱你也不说话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老婆转身进了卧室，重重关上门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盯着茶几上那盘还没包完的饺子。这时张宇给我发来消息，都是客套话。老胡，明年继续努力啊！虽然今年分红少了点，但公司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我没有回复。卧室里传出老婆压抑的哭声。我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，烟雾在寒风里很快散开，就像这3年的付出。6月那个通宵，我一个人写了3000行代码，拿下海川集团的1200万订单。9月那次系统崩溃，凌晨3点我从床上爬起来，一个人修了4个小时，每一次都是张宇在会议上拿功劳，我在角落里喝咖啡，每一次都是老胡也帮了点忙。卧室的门还关着，我没进去，直接躺在了沙发上，一夜没怎么睡，脑子里全是那些数字和老婆的话。第2天是除夕，老婆早早起来收拾东西，全程没跟我说一句话。开车回老家的路上，车里安静的让人窒息。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，但看到他冷冰冰的侧脸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到家已经是下午，母亲做了一桌菜，看到我们回来满脸笑容。回来了，累了吧？快坐快坐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年终奖发了吧？我愣了一下，转头看了老婆一眼，发了。多少呀？母亲也凑过来，满眼期待。我喉咙有些发紧。2万8。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。他被公司耍了。母亲的表情有些僵住，但还是勉强笑了笑。没事没事，明年会更好的。父亲没有说话，转身去了厨房。年夜饭吃得很压抑，老婆几乎没怎么吃，一直低着头玩手机。我夹了几次菜都没吃出什么味道，最后放下筷子说吃饱了。晚上守岁的时候，父亲坐在我旁边。一统，你也不小了，有些事该学着点。你是说什么事？人情世故，光埋头干活是不行的。你看人家小张不很会来事，你要多学学。我低着头没有回应。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，但这就是现实，认命吧，人就是这样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腿，我抬头看着他，想说我不认命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初2回娘家，老婆的脸色更冷了。老丈人家门口停着一辆新车，小舅子站在门口，看到我们笑得很灿烂。姐夫来了，听说你年终奖拿了不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还行。我今年15万，刚好够买这个车。姐夫你呢？应该比我多吧？老婆冷冷地回了句2万8。小舅子的笑容僵住了。哦，那也还行。他的语气变得客套起来，那种突如其来的距离感让我觉得可笑。进了屋，丈母娘正在厨房忙活。一统来了，快坐快坐，菜马上就好。小舅子媳妇抱着刚满月的孩子，看到我们笑着打招呼：姐夫，新年好。饭桌上，老丈人给我倒了杯酒。易董今年辛苦了，听说你们公司今年业绩不错。还行，利润4200万。丈母娘的眼睛亮了。那你年终奖肯定不少吧？饭桌上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着我开口。我放下酒杯，年底拿了2万8。空气好像凝固了，丈母娘的笑容一点点消失，老丈人的手停在半空，举着酒杯，不知道该放下还是继续喝。我就说嘛，搞技术的都是死工资，还是要做销售做管理，光埋头干活有啥用？丈母娘勉强笑了笑。一统啊，你是不是该考虑换个工作了？公司利润这么高才给你这么点，这不是耍人吗？对啊，男人还是要有出息，不能总让人欺负。
老婆放下筷子，声音很冷。我吃饱了。她转身进了里屋，气温好像越来越低。我继续吃饭，每一口都像是嚼蜡。小舅子媳妇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优越感。姐夫，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份工作？我们公司正好缺技术，不过工资可能没你现在高，毕竟你也知道现在行情不好。我看着他笑了笑，谢谢，不用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被人欺负吧？我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。我已经在考虑了。丈母娘松了口气，那就好，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。饭后我去里屋找老婆，她坐在床上，眼睛红红的，看到我进来立马转过头去。对不起。你对不起谁？你对不起你自己。别人抢你的功劳你不说话，公司克扣你钱你也不说话，现在连我爸妈、我弟弟都看不起你，你知道我有多丢脸吗？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要静一静，你出去吧。我转身离开，外面传来鞭炮声，家家户户都在笑，只有我站在这里像个笑话。我想起年初签对赌协议的那天，一同好好干，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现在看来，不亏待的定义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。回到家后，老婆直接进了卧室。这时手机收到公司的群消息，张宇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海南的阳光沙滩，比基尼美女，配文写着年假就该这么过，下面一排点赞和羡慕的表情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退出了群聊。我打开电脑，系统管理员权限还在，财务报表系统的后台我有访问权，鼠标点开界面，那些数字一行行跳出来，非常刺眼。原来真有猫腻，3个月后我要跟你们算清这笔账。原来公司伪造财务报表，营业利润4200万，管理费2800万，净利润1400万。我点开管理费的明细，高管年终奖1200万，咨询费800万，团建费600万，其他支出200万。我盯着那个1200万往下翻，看到了张宇的名字，80万，是他拿了80万。我继续往下看，咨询费的收款方是一家叫盛和管理咨询的公司，法人代表李梅，是马总老婆的名字。我截图保存继续翻，团建费里有一笔380万的海外考察，考察地点是马尔代夫，参与人员马总、张副总和财务总监。去年11月，我记得那个月我连续加班3周，修复海川集团的系统漏洞。他们在马尔代夫考察，我看着屏幕那些数字，那些合法的鲸吞，那些冠冕堂皇的开支，那些属于我的钱，被他们用净利润3个字吃得干干净净。我进入公司系统，把那套动态字平衡算法的核心技术从系统里剥离出来，做成独立模块，重新梳理逻辑。我发明的算法核心逻辑只有我能掌握，你们等着，好戏要开始了。卧室的门开了，老婆站在门口，还不睡？马上。我没回头，继续敲着代码。他站了一会，叹了口气，转身回了房间。我继续工作，一直到天亮。整理完所有文档，我把文件备份到移动硬盘，然后加密。我躺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却异常清醒。那些屈辱冷眼，那些你太窝囊的话，一遍遍在耳边回响。但这一次，我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委屈，只是很平静的想，该拿回来了。知识产权局的办公大厅人不多，工作人员看着我递交的材料。这个算法是你独立开发的吗？是的，业余时间的研究成果。我把3年来的工作日志放在桌上，每一次提交都有详细记录。工作人员翻了翻，点点头。好的，需要15个工作日审核。没问题。吃饭的时候，老婆突然开口，我在想，要不你还是找份新工作，这家公司待着也没意思了。我夹了口菜没说话。我有个大学同学在字节，说他们那边缺技术，工资也不错，要不我帮你问问？不用，我已经有打算了。什么打算？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没再问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在系统后台找到动态字平衡算法的核心配置，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定时任务，每24小时自动校准系统负载，删掉它，系统会在3个月后逐渐崩溃，数据延迟会越来越严重，直到完全瘫痪。我盯着那行代码看了很久，源代码从公司服务器删除，只在移动硬盘里保留。做完这些，天已经亮了，我洗了把脸来到公司，马总办公室的门开着，他正在打电话，看到我进来摆了摆手。放心放心，今年业绩这么好，明年大别墅晚了。哈哈哈！什么事？我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，马总愣了一下，辞职？为什么？个人原因。是因为分红的事吗？胡一统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想换个环境。马总盯着我看了几秒，随后拿起电话，让人力算工资。他没有挽留，一句都没有。我转身离开，听到他在电话里说了句：拿死工资还想要分红的人，走了更好。人力办公室里，李姐正在算账，看到我进来笑了笑。老胡，听说你要走，工资是1万2，加上2万8分红，一共4万。离职补偿呢？什么离职补偿？你是主动离职，主动离职没有补偿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就4万，还要不要？签完字，我走回工位，张宇正坐在我原来的椅子上，翻看我电脑里的文档。老胡，你真要走啊？那这些系统交接给谁？交接给你。我把所有操作手册、流程图拷贝给他。张宇点点头，笑得有些得意。放心，我能搞定。那就好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同事们陆续过来问，我只说还没想好去哪，他们也只是客套几句就走了，没人真的关心，他们只是好奇。我叫了辆车，靠在座位上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闪过那行代码。3个月后系统会慢慢死去，到时候他们会知道什么叫帮了电忙。回到家，老婆看着我，表情有些复杂。真辞了？是的。我走到阳台，给新买的那盆多肉浇水。
你买花干嘛？养着玩。哼，你现在是有空养花了。他的语气带着些许讽刺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等什么？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老婆盯着我，眼神里有怀疑，也有一丝期待。你真的有把握？有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陌生。老婆没再说话，转身回了客厅。离职后的日子很安静，每天早上老婆去上班，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没事就看看书，偶尔写写代码。老婆回来总会问一句：找到工作了吗？再看。后面她也不再多问，只是脸色一天比一天冷，房贷还在继续扣，存款一点点减少，压力像是看不见的手，勒得人喘不过气。这天晚上，老婆坐在床边看着银行账单，突然哭了。老胡，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你倒是说句话，你到底在等什么？我刚伸手想抱她，躲开了。你别碰我，我现在看到你就烦，我真的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你。再给我1个月。一个月后呢？你是能找到工作，还是能变出钱来？会有结果的。老婆冷笑了一声，躺在床上背对着我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大半夜手机亮了一下，是前同事老李发来的消息。胡哥，公司最近系统有点问题，数据总是延迟。张宇说是服务器的事，但换了新服务器还是这样。我没搭理他，心里默默数着日子。还有1个月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走到阳台，看着那盆多肉，它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新芽。这时手机又震动了，又是老李。胡哥，系统问题越来越严重了，海川集团那边开始催了，马总让张宇赶紧修。张宇说他在处理，但没有什么进展。我盯着消息看了很久，随后回了一句：让他们找专业的人。糟了，但那些人说看不懂底层逻辑，太复杂了。我笑了笑，没再回复。又过了几天，老李的消息变得更频繁了。胡哥，海川集团停止续约了，1200万的单子直接飞了。马总把张宇骂了一顿，张宇说系统是你做的，他只是维护。马总让他赶紧修好，可是张宇说修不了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很平静。该来的总会来的。几天后，手机在深夜响起，是马总来电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随后手机再次响起，我直接关机继续睡。第二天开机，38个未接来电全是马总，还有10几条短信。胡哥，能见个面吗？系统的事我们好好谈谈，你开个价。我删掉短信回拨过去，马总秒接。哎呦，胡哥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马总，有事吗？系统的事，你能回来看看吗？我已经离职了。我知道，但就你最熟悉系统了，能不能帮个忙？他的语气很讨好，完全没有当初的趾高气昂。帮忙？呵呵，马粪，我记得你说过，死工资还要分红的人走了更好。胡哥，那是我一时气话，你能回来吗？有什么条件你说？那就见面谈吧。下午3点，我家楼下的咖啡厅。好，我准时到。电话刚挂断，老婆从卧室出来。你跟谁打电话？马总。他找你干嘛？公司系统出问题了，想让我回去修。你答应了？没有，我让他下午来谈谈。我拿出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是对赌协议、工作日志和专利授权书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老婆看着我手上那些文件，眼神有些复杂。你打算要多少？我要我应得的420万的分红，43万的离职补偿，还有修系统的钱。这么多？不多，这都是我该拿的。下午3点，我走进咖啡厅，马总已经到了，张宇也在。马总热情地伸出手，我没握手，直接坐下。他尴尬地收回手。胡哥，系统的事。我打断他，把对赌协议放在桌上。马总，咱们先把账算清楚。算账？算什么账？分红的账。我翻开协议，指着那行字。公司去年利润4200万，按10%分红，应该是420万，我只拿了2万8，还差417.2万。马总的脸上冒着冷汗。胡哥，那个分红是按净利润算的，协议上没写净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很平静，按年度利润的10%，白纸黑字。但是财务术语。你闭嘴！张宇涨红了脸，不敢再说话。第二笔离职补偿，工作满3年 ，N+1一共43.2万。马总的手在发抖。胡哥，可你是主动离职呀？你听清楚，我是被迫离职，因为公司克扣分红。我拿出手机翻出聊天记录，这些证据都在，要不我去劳动仲裁。马总沉默了，不敢接话。第3笔系统维修，一次50万。什么50万？太贵了。哼，那你们自己修。我刚站起身，马总立马拉住。等等，不接受的话，系统你们自己修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走。不就是个 bug 吗？我回头看着他。那你修啊。你不是说老员工走了效率更高吗？怎么现在修不了？废物！他低着头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胡哥，能不能少点？分红我先给你80万，剩下的分期、补偿金和维修费，我一次性给你100万。120万一次性结清，系统我远程处理，但只修这一次。马总的手又在发抖。120万，是不是肉疼？是你们自找的。不同意的话，我走了。等等，马总咬咬牙，表情跟吃了粑粑一样。我同意。我回到座位，马总掏出手机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不，签协议，走银行。
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。我不想再玩你的文字游戏。马总脸色铁青，但还是点点头，按了手印。3天内必须到账，到账后我会远程修复，修好咱们2清。好难受。我走出咖啡厅，阳光很刺眼，但我很舒服。3天后120万到账，我打开电脑远程登录公司系统，重新启动参数配置，负载校准。2个小时后系统恢复正常，我给马粪发了条信息，搞定了。随后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我走到阳台，那盆多肉已经开花了，粉色的小花在阳光下很好看。老婆走过来看着我，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接下来呢？我收到了2家公司的技术合伙人邀请，其中一家是马总的竞争对手。老婆愣了一下，你要去？已经签了，技术入股占15%，基础年薪80万，项目分红另算。老婆看着合同，眼睛有些湿润。老胡，怎么了？你从来不窝囊，你只是太老实了。老实没什么不好，我只是学会了保护自己。3个月后，我看到一则新闻，本市某科技公司因核心客户流失，被行业龙头企业收购。这是马粪的公司，收购方正是我现在的公司。马总净身出户，张宇被裁员，技术部全体解散。这时老婆发来消息，房贷还清了，今晚吃大餐庆祝。新的项目还在等着我，但这一次我不是在为别人卖命，我是在为自己，为那些认真对待我的人和那些值得认真对待的事。